这是一个悬赏了$2000，据说不可能完成的生存挑战。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从来不求村民的小包。今天这是一期非常变态的生存挑战，作者说会奖励第一个通关这个模式的玩家$2000，也就是折合人民币13000元左右啊。这么高的奖励，你心动了吗？如果心动的话，可以打个1在公屏上。那我们废话少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生存是什么样子的吧。首先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地图上会经常出现这种狐狸啊，这个狐狸会直接刷新在我们边上，会主动的攻击玩家，对玩家的生存带来不小的干扰。然后我们在生存的情况下，一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撸木头，对吧？不过在这一个挑战里面，如果我们撸了木头，它就会出现一大批的毒虫啊，直接冲过来对我们发起攻击。在我们刚开始没有装备、两手空空的时候，打我们2下就秒掉了，非常变态。所有木头的种类都是一样的，都会生成这种毒虫。估计前期要获得木头就需要连死很多遍。然后这个生存的话是不限死亡次数的啊，就是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关。然后木头挖完的话，不是会有树叶掉落吗？不过在这个挑战里面，树叶掉落的不是树苗或者木棍，它掉落的是史莱姆。这个史莱姆一碰就会爆炸。你们看地面上的这些坑啊，全部都是史莱姆爆炸生成的，我啥也没动。接下来又是一个危险的设定，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站着不动吗？如果我们站着不动，大概5秒钟的时间，天上就会像这样子掉下来一个闪耀的鱿鱼啊，直接爆炸把我们给炸飞。所以我们还需要经常小心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全程精神高度紧张。不过好像想不移动都没办法，因为会有很多怪物一直追你。OK， 那刚刚我们展示的这些内容是这个生存白天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不过在这个模组里面，这个白天只有50秒左右啊，过了50秒之后，剩下的时间全是黑夜。你们可以看到天上的这个太阳移动速度有多离谱，好吧，直冲冲的就往另外一边去了。然后到了晚上之后，这个世界上会刷新出美西园。原来的僵尸已经不生成了，取而代之的是这种跑得特别快的美西园，它会主动的对玩家发起攻击，就像这个样子啊，经常一聚一大堆，有的时候还会刷出这种美西园上面骑了一个苦力怕啊，然后周围还有很多狐狸一起刷出来，哇，超级恐怖，这个生存全程逃命。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世界的普通生物吧，小白啊，对，这个小白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小白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无敌的属性，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小白的剑。直接把我们游戏都设卡了，好吧，这简直就是人形加特林。然后刚刚可能有的人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身边一直有这样一只小猫一直跟着我们。然后这个小猫的设定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存的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它，就比如就不小心让它受伤啊，不小心让它挂掉了，我们也会跟着挂掉。就是这种我们自己都保护不了的情况下，还需要腾出心思来保护这只猫咪。然后这个时候又有人要说了，小猫你真笨，我让它坐下，我自己走开不就行了。OK， 来，我们试一下，先让这只小猫坐下，然后我们现在是已经跑到了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切成生存模式之后，是直接就被秒掉了啊，因为我们离这只猫太远了，我们必须让它保持移动的状态，一直跟着我们才可以。想象一下地狱的岩浆，好吧，还有末地的龙息，这怎么玩嘛？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前往地狱了，去地狱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个打火石，还要做一个桶。不过我们在挖石头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就会突然挖出一堆毒虫，那直接就把我们秒掉了。就想要简简单单的挖个矿都非常的困难。然后作者还做了一个设定，防止我们逃避挖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末影之眼的合成添加了2个新的材料啊，青金石还有墨囊。我们必须去矿洞里面挖青金石，铁的话可以直接找铁傀儡借嘛，但这个青金石总借不了了吧。然后我们获得末影珍珠之后，想要前往末地还需要坐船是吧？坐船稍微划一会儿啊，就会发现我们离这个猫太远了，然后直接就死了，因为猫的话会在水里慢慢的游啊，没有办法传送过来。OK， 那我们先不说这一部分啊。假如我们运气足够好，收集了足够的材料，前往了地狱，就会发现这个地狱的所有地面都是非常烫脚的，我们会一直受到灼烧伤害而扣血。唯一可以抵御这个灼烧伤害的办法，就是穿一个皮革的鞋子。不过这个鞋子是会掉耐久的，总共只有65点，一边穿一边掉，一下子就掉完了。其他的鞋子像铁鞋、钻石鞋啥的都是没有用的。OK， 那么现在啊，作为大神的你们啊，已经成功的前往了这个末地要塞，并且收集了足够的末影之眼啊。注意啊，不能玩那种速通地图，就是那种上来末影之眼全部就是满的那种地图啊，作者是不允许的。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了末地，终于进来了啊！可以发现这个末地的末影水晶啊，它是被玻璃罩给封起来了，不像原来的铁栅栏，所以的话我们必须要爬上去把这个给挖掉才行。然后如果在挖掘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龙给撞下来了，我们是没有办法放落地水的，因为放落地水的话会召唤出一大片的河豚，这个末影龙还会一边飞一边扔 TNT， 就离谱。而且我们攻击它一下的话，它就会直接起飞，然后丢下10几个这个龙息弹，直接把地上打出一片龙息。你说这让人怎么玩嘛？我们的猫咪还没有飞过来呢，这怎么玩啊？
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把这个末影水晶给打掉，然后用弓箭慢慢的射它了。然后我们的速度还得快，因为末影龙会经常召唤出这些小白穿着全套下界和金盔甲的小白，他可是加特林白大家不要忘记了。就算不考虑被他射死的问题我们的游戏都被这个剑给卡死了。周围还有这些突然被召唤出来的小狐狸和美西园，哇，太折磨了。那这个时候有的小可爱又要说了小包，我为什么不能用床炸它呢？来，我们来试一下用床炸是什么效果，好吧？来，我手上是一张床，这是一只末影龙，怎么回事？这末影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们再放一下，怎么又出来一只末影龙呢？没错就是我们每次放床的时候，它都会生成一只新的末影龙，这个末地直接变成龙骨，好吧？整个天上全是龙，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拿床作死了。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想像这样子在这里放一个床，我们在这里设一个复活点，然后上去被击败了之后回来复活再进去就可以不断的拿命通关但事与愿违。我们重申一下，复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设的这个床它直接消失了，就是一个床只允许我们复活一遍，想要在这边无限复活的话，我们就需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床。所以这种生存在不作弊的情况下该怎么通关呢？而且只有速度最快的那一个人才可以获得奖励。OK， 那么在不作弊的情况下，并且不使用那种特殊的速通种子的情况下，第一个击败这个模式的作者会给予2000美元，也就是13000元左右的人民币作为通关奖励。觉得自己可以的，可以在弹幕里面发一个1，好吧？作者是大佬 Fandy， 他说反正不可能过。OK， 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小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